看一下，好，打开了，然后我现在确认一下有没有开起来。I guess 看一下哦，应该是一样的连接。好的，诶，又开了。好，喂，怎么荧幕上我那么丑这样？好，OK，现在是8:30的对，那我们这个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五一劳动节嘛的连假的关系，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人有比较少一点这样子，不过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人少，但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也不会打折。OK，好，不过就是我之后那个课程时数会缩短一点。我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倒是你每次虽然我很想听你讲话，但是实际上你每次都讲1-2个小时，我受不了。好，你还不如拆短一点，对不对？好，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会把干货还是会讲出来，还是会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还是会用很精辟的解析方式，但我们会把这个时间稍微缩短一点，这样子。好，Anyway，如果你现在人是在就是外面还坚持看这个直播的话，那也真的是非常谢谢你这样子。好，我知道是廉价这样子，好，就是大家都跑去玩了的嘛，对不对？OK，好，但是考生没有玩的资格这样。OK，好，来，Anyway，好，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好，我们先把荧幕转过来。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好，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文末的延伸段。OK，好，那当然啊，就是在讲这个之前呢，先跟大家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先不是讨论一下，就是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OK，好，我最近比较少回网络上的讯息，然后我最近也比较少回就是这个社团上的那些问题这样子。好，那甚至连家教我都比较少接了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在忙的是这个课程。OK，就是在之前我在就是网络上新开了这个所谓的verbal 终结者的课程。OK，好，那这个课程是一直就是筹备1-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从这个4月27号开始，好，然后呢一直到就是6月27号结束这样子。哈，基本上这个课程的特色就是说，我用了一个就是在我过去准备上以及在家教的过程中锻炼出来一个标准的这个2个月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读书计划这样子。OK，好，然后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加强的 verbal。OK，包括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这个 verbal 的这个就是 SC 还有 CR 还有 RC 的训练，然后中间搭配上了就是有8堂的实体课这样子。OK，然后呢，除了实体课之外，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就是完整的讲义跟笔记。OK，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大概超过了20个小时的全部超过20个小时的这个作业跟影片这样子。好，让大家回家的时候能够复习。好，那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复习上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私人的解题群组，好，让大家可以去自由讨论，以及我会这个群组驻点回答。好，那最近在忙这件事情，那终于比较开心的是，终于有一点成效了。OK，好，怎么说呢？就是在上完这个第一期的这个第一个 stage，就我们分成5个 stage。那第一个 stage 是上SC 的终结者课程，那教授的是 SC 的这个语义是怎么解的，然后还有就是 SC 的高难度的题目是要怎么样去重新打造解题流程。OK，好，那这边可以看到。上完课之后，陆陆续续就有同学回馈还不错的心得啊，这样子，好，就是个人感觉还蛮开心的，就是说包括思考框架有提升，好，然后包括说就是感觉到过去跟现在解题的思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子。OK，好，然后包括说就是今天就是甚至有同学开始喜欢 SC 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SC。事实上，难道以前觉得 SC 很讨厌吗？很恐怖吗？事实上，我觉得 SC 一直都很有趣啊，这样子。好，但 anyway 就是就是看到这些心得，自己是蛮感动的。好，就是最近在忙的事情中有一个收获了这样子。OK，好，当然这个计划呢，基本上现在。我认为是我现在手里拿得出手的最能够帮助所有的考生进步的计划，因为有线上的这个咨询，然后呢随时的咨询，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大量的这个就是补充影片跟大量的指定作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按表操课的读书计划，那就是希望让所有的考生不会有放牛吃草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外面传统的这个补习班或者是课程，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你可能学完之后，你回去就自己去练习，苦练、苦练再苦练，遇到问题也找不到人问，然后再来就是你也没有指定的作业，你只能按照做 OG 一题一题做，然后自己去摸索，然后网络上看那个垃圾解释这样子。好，但就是我就是希望改善这些缺点，所以现在在做这件事情。OK， 好，那终于有一点点成果出来了。好，虽然分数还没有出来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方向是对他们是有用的。好，所以。就是最近在忙这件事情，跟大家稍微工商服务一下。好，那下一季呢会是6月21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
好，那5月28号会开放下一期的报名，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好，我们在5分钟之内完成了工商服务，我们今天要进入正题了，OK， 好，来，今天的正题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东西是 RC，OK， 好，我们的这个星期四的 Dustin 的这个木曜剧场，对不对？好，我们是轮着来的嘛，对吧？一个是所谓的，一开始是所谓的 NC 对不对？再来是 CR， 再来是 RC 对吧？好，那我们今天终于要进到 RC 的这个阶段了，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文末延伸段。好，那你一定会想说什么是延伸段 ？OK， 对不对？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哎，我今天在看文章的时候，对不对？我曾经发现说，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些段落，好，这些段落是什么？这些段落是文章前面跟前面好像没什么连接的。什么叫没什么连接？就是说，文章的前面可能大体上就是分成哪些东西，就是分成说一个中心议题，比如说文章一开始提出一个现象，好，或者是什么，针对这个现象去提出了一些解释嘛，对不对？或者是文章一开始的中心议题如果是问题的话，那可能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立场，好，这个立场会是一个论点或是一个评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的主题是一个现象的话，那后面就会是去解释这个现象的假说，好，那如果你后面的你的这个一开始是一个所谓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后面就会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不对？好，或者是你一开始是一个理论的话，那后面的其他的那个人、其他的立场跑出来就是去评价你的理论，对不对？然后呢，在各个立场背后都会有什么大量的这个论证过程。好，比如说他跟你讲背后的理由，好，比如说他跟你讲后面的细节描述，好，比如说他跟你讲什么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前面，有什么证据可以反对前面，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文章里面绝大部分正常的文章，好，它都是由这3个资讯所组成的。一个是一开始的中心议题，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接下来每一个人对这个议题所采取的立场。OK， 好，这个立场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想法，也可以是针对前面别人想法所给出的评价。好，那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背后的论证过程。好，就是这些立场里面所夹的这个肉。如果我们说前面是这个是心脏，这个是骨头的话，那么这个是心脏，这个是神经的话，那么这就是神经通道的这个背后那个肉，对不对 ？OK， 它的论证过程这些东西。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些文章它后面会有一个外挂的段落。OK， 好，就是它既不是新的立场，好，不是新的人、新的论点、新的评价，也不是对于前面东西的细节描述或者是正反证据，也不是这篇文章开了一个新的议题，它就是不属于前面任何一个资讯的。OK， 不是新的主题，也不是新的立场，也不是新的资讯，就是背景资讯，那个所谓细节资讯。好，这东西我们称之为延伸段。OK， 好，那延伸段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延伸段出现的时候呢，剧院媒体都会倾向考某些特殊的题型，会专门针对那个段落考你。好，所以如果你稍微回想一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好像有蛮多的题目是针对最后一段考，对不对？好，就是针对最后一个要怎么讲？就是说针对最后一个那个段落，它 highlight 起来，整段 highlight，或者针对你最后2句话 highlight 起来，然后问你一些题目。OK， 好，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延伸段的考法 ，OK 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段落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判断，以及我们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什么样的预期，还有就是看到等一下如果真的考到之后，有哪一些 distractor， 所以什么叫 distractor， 就是干扰项，好，就是混淆选项的概念，我们要怎么注意它怎么设计的 ，OK，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好，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延伸段 ，OK， 好。来，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文章最后会有这个段落，好，会有这个额外的段落。好，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段落我们叫外挂段落，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篇文章没有它，好，就是一篇文章里面没有这个延伸段，它文章也是可以是完整的。OK， 好，就等于说它多写的这一段其实有或没有，其实差别不大。OK， 对整篇文章的那个架构，对整篇文章的重点来说差别不大，它不是文章的这个重点主轴。所以如果你拿掉这个 extension 跟挂上去这个 extension， 它在文章的这个主旨都是一样的，好，主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OK， 好，那你说为什么要加这个段落，很像外挂一样 ？OK， 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好，现在基金实在太泛滥了
OK， 好 ，GMAT 为了防堵基金，他们其实用了很多花招。OK， 好，包括今天像比如说我们说，它换题的日子嘛，好，换题日子会改来改去嘛，对吧？它就是一个很狠的招式，对不对？还有包括说什么？还有包括说今天好可能去抓一些真的明显在使用基金的人，好像比如说美国之前就有被抓过，好，就是在美国之前有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架伺服器卖基金，然后呢就会被美国 FBI 抄了这样子。好，那当然也有什么呢？也有比如说今天。好像是可能会设计一些变体的答案这样子，比如说数学，你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题目，可它数字换了。OK， 好，那么在阅读这边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数学里面，你可以用透过换数字的方式创造变体。OK，那在 verbal 这个地方呢，它可以使用延伸段来创造变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两个人看到同一篇文章，可是这两个人看到同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只看到了前面正常的文章，好，另外一个人他看到除了是现场的文章之外，后面还会多一个这个外挂段落。OK， 好，就是使得每个人看到的文章不一样。这个时候在回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就会两个人的回报就会不一致了，这样子。OK， 用这种方式来干扰基金的整理跟基金的使用，这样子。好，所以它为什么会有延伸段？第一个理由，好，到时你猜测是因为什么？他要创造出每个人看到好又像一样的文章，像不一样的文章这个变体来干扰基金的使用。OK， 好，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延伸段基本上它是因为基金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好，基金其实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论文的学术文章。好，大部分的 RC 的文章其实都来自于论文。OK， 好，都来自于学术的专业论文期刊这样子。好，那学术的专业期刊论文，他们的文章都有个通用写作范式。好，如果你今天是读过研究所的，或者是你有看过大量学过这个论文写作的，或者是你今天有看过大量论文，因为你职业的需要，你就会发现这些论文在尾巴的地方或开头的地方，或是每一段的地方，他们都有一个专业的范式。OK， 好，那 GMAT 再把这个文章转化成就是考试的文章后，就会把这个范式一起带过来。OK， 好，你现在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如果你过去有读过论文的话，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论文的尾巴会出现什么东西。好，你就可以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会大概知道了概念了。OK， 那如果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OK， 有写过论文当然更好。OK， 好，这个延伸段的来源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原本的那个源头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在尾巴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写法、特殊的范式，它把它带过来这样的概念。OK， 好，那第三个就是延伸段的特色是什么？还记得吗？它并不是完全的立场，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正或反的立场，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前面的讨论的中心议题，它也不是跟着前面立场的背后的论证过程或者是证据。好，所以这个地方延伸段跟前面的连结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逻辑跟前面的逻辑，好，不是只是单纯的评论、支持或反对。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考验的是考生辨认作者意图的能力。OK， 好，就是大部分的延伸段，等一下我们都会讲，还会很多会考作用题。OK， 它其实在考你的是你看不看得出来这边是除了反驳或加强之外的其他的态度。OK， 好，他来考你的是辨认作者意图的能力，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知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延伸段。好，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属于新立场、不属于新主题、不属于就是前面东西的这个资讯，好，跟前面没有什么关联，好，不是单纯支持或反对的概念。好，为什么会有这个段落？是因为刚刚这三个理由。OK，好，那你会说 Dustin， 那我现在大概听懂了，好，听懂一半而已，对不对？好，我大概听懂说文章的最后会有这个突然插出来的段落，不属于立场，不属于新主题，不属于前面的这个资讯的背后的理由。那你也跟我讲说，这个段落可能是因为辩题，可能是因为学术英文，可能是因为这个作者意图比较特别，好，他需要你看出来。但我现在真的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哪些意图，好，对不对？到底有哪些延伸段的模式，它实际上会长什么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好，主要有这四种。OK， 好，这四种。这四种我是按照常见的顺序排下来的。好，那这个常见顺序的统计是怎么统计的呢？基本上就是透过我自己过去整理过的基金统计。OK， 好，我整理就是这个好像不太好公布出来。好，就是我整理过去的考古啦，过去的考古这样子。好。已经整理了大概有6、7年之久了，这样子。好，那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身为考生，你可能只会看过什么？你可能只会看过100-200篇文章。好，我们就把 OG 算进去，Prep 的所有的文章加上 Extension 都算进去好了。好，甚至我们把这个有些半官方的这个 GW 也算进去，你会发现准备考试上，你就算把所有题目写完，你可能顶多也只看到多少100-200篇文章而已。好，可是因为我过去一直在整理考古，所以我整理的文章。我目前算一算，如果把重复去掉的话，应该是有2500篇左右。好，所以从这2500篇里面，我就找到了这个延伸段的4大规律，这样子。OK， 好，那
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大家就可以延伸去讲了很多这些题目背后会考的资讯。OK， 好，这个文章背后考的资讯，我们来看4大是哪4大。OK， 好，这边的顺序我是按照常见程度排下来的，就是那个 frequency 排下来的。好，来，第一个你一定见过，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所谓的局限，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注意表局限表修正。OK， 好。就是文章的前面呢，可能他抱持一个很坚定的立场，说一定是好的或一定是不好的，但他在最后文章尾巴收尾的地方突然转环了，突然跟你讲说，其实前面我讲不好的东西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或者是前面我支持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注意某些事情，不然这个方法会有问题。好，我想各位一定有看过这种结构嘛，对不对 ？OK， 好，这边我们把它称作为什么？把它称作为表局限的延伸段。OK， 好。来，那第二种怎么样呢？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未定，好，或者是期待未来的延伸段，好，就是他文章的前面可能他今天讲了一个研究，好，或者是讲了一个主张，但最后突然跟你讲说这个主张或这个研究里面还有某些地方是不足的、不确定的，所以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好，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多研究什么东西，这是第二种。OK， 好，那其实这2种都是来自于论文里面的啦，好，你如果有写过论文或看过论文的话，你可以发现论文的背后都会有这个语气，对不对 ？OK， 就是说我目前的研究不够，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接我的这个手，对吧？好，那第3种是什么呢？第3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应用，好，或者是就是延伸推论。什么意思？好，就是他会跟你讲说，今天我的这个前面的研究或我前面的这个论点，其实呢，我可以把它应用到解决别的问题身上。好，就很像是今天演讲的最后，好，这个研究者他讲完他自己的想法，他讲完他自己的主张或理论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的理论在实务上可以有什么运用，有什么样的价值，好，发挥额外的价值之类的。OK， 好，这边就是所谓的应用，延伸应用。好，那第4种就是什么？就是首尾呼应。好，就是大部分 GM 媒体的文章其实不追求首尾呼应这件事情。OK， 好，就很多文章你会发现，他根本最后没有回去收尾，他根本就是最后怎么样呢？留在反驳，就是把论点达到了，他没有收尾。可是呢，延伸段有一种是什么？最后语气突然收尾成回应到文章第一段的内容，好，让这篇文章收尾是呼应的。好，这4种延伸段。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现在来实际上看一下那个例子。好，我们先跟大家很快的总结一下。第一个是表局限，好，表局限 ，OK。第2个是表未定，第3个是表应用，第4个是什么？首尾呼应。好，我们复习这个地方。好，来，现在我们来看实际上会怎么样是出现。来，我们现在看第一种。好，当然我知道各位这篇文章因为有点长，好了，如果让大家在直播的时候在读的话，我怕大家跑了这样子，好，所以帮大家去来做个很快的导读，好不好？好，这篇文章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是在欧剧里面的文章，好，他在讲的是这个米兰科维奇 ，OK， 好，米兰科维奇他发现说，他第一段先跟你讲这个红色的地方，我帮大家把架构做好了 ，OK， 好，红色的地方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主题，好，这个主题叫做我们今天不确定米兰科维奇他所提出的论点是不是对的，他提出了什么论点？他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又打嗝了哈，来，他跟我们讲说，今天这个冰河期的规律是跟就是太阳绕的这个不，地球绕太阳，好，跟地球绕太阳的这个规律是有相关的，好，但是我们并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所以第一段的地方，这个红色的地方，它其实是在讲出了主题，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主题呢？因为它点出了一个什么？点出了一个争论，对不对？这个争论就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某个理论是不是对的，我们不确定米兰科维奇所讲的这个太阳跟地球的这个公转的这个规律，好，跟冰河期是不是真的有相关 ？OK， 然后接下来呢，绿色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他在跟你讲的是有一个测验的方法。OK， 有一个测验的方法可以把冰河期的规律测到。好，它就是说我们去研究古代的这个水里面，好，古代的这个冰里面，这个 O16跟 O18，好，就是2种同位素的这个比率。好，说这个同位素的比率其实可以让我们去推测到古代的这个冰的量有多少，冰层的厚度有多少，进而去推估当时的这个冰河期的周期，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是去讲述一个方法 ，OK， 好，然后接下来尾巴地方这个地方，它讲述的是什么？它讲述的是这个方法有2个好处 ，OK， 好，这个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世界一致的 ，OK， 然后第2个好处就是什么？它的时间上是连续的，好，就是说
地点是可以各个地点都可以观察，然后呢，时间也是可以观察到所有的时间不会有断点。好，在这边来讲述是这个方法的好处，这样子。好，那你看，一般来说，如果你考试的时候看到这种文章，你会觉得它是不完整的文章吗？不会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这篇文章的架构好很明确，就是什么？一开始去讲某个理论不知道怎么测验，接下来中间讲了一个测验的方法，然后呢，最后讲什么？最后讲说这个测验方法的好处，对吧？好，我们如果今天是看到这一篇文章的话，我们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它的逻辑不会说你读到一半发现中间怎么结束了就没了，你不会觉得这篇文章是被切掉的，对不对？这篇文章是完整的，好逻辑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实际上真正考试的文章，对不对？这篇文章还有一段 ，OK？ 好，有些人可能只会看到这一段，但是呢，有些人会看到辩题会多加上一段，它会长什么样子呢？来，我们来看。好，各位，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的地方，我把它放大。OK， 好。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other factors such as volcanic particulates or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sunlight received in the Earth could potentially have affect climate. OK， 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它语气是什么？它虽然用了一个转折，它虽然今天用的是就是我们提出了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好，前面很明显是肯定这个方法，但后面又跟你讲说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对不对？好，来，这个地方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 limitation。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的尾巴突然又跟你讲了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又跟你讲了我们的论点里面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OK， 好，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不要局限或不要注意。OK 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延伸段。OK， 第一种延伸段就是文章的前面虽然逻辑论证非常完整，但是它最后突然冒出了一段，告诉你说，其实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些因素，告诉你说，其实我们还需要注意某些地方，或者是我的方法本身还有一些局限。OK， 好，它可能会用 limitation， 可能会用 concern， 可能会用 consider 这种明显的字，但它也可能不会用这些字，它直接跟你讲说，我们还是没有注意到某些东西。OK， 好，来，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这个地方它虽然提出了其他的因素。也许其他文章它可能会提出什么？提出缺点，会说这东西是有缺点的。好，但我问你一件事情，它出现在这么后面，作者真的认为这个缺点很严重吗？不会嘛，对不对？对吧？为什么？因为以你过去的经验，如果作者真的认为这个是致命的缺点的话，他肯定不会那么晚出现，对不对？他肯定是什么？文章讲到一半以前的时候，他就会先把这个缺点讲出来了。也就是说，可能前面草草讲这个方法之后，接下来可能譬如说在这边。还有直接把这个 however 挂出来，跟你讲说，然而我们发现有非常严重的缺点，对吧？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局限有一个特色，你不要误认了，就是什么？它虽然讲的是反面的态度，好，靠腰，等一下，哪有人半夜施工啊？莫名其妙，不是半夜啊，哪有人晚上施工了？我刚才以为有人放屁，你知道吗？哪有人晚上施工的？不好意思，各位，好。如果等一下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有点吵，你们跟我讲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房东选择在隔壁，是现在在施工 ，OK， 莫名其妙。好，来，等一下我先停一下，问一下各位，好，你们听到的声音是像放屁还是像天崩地裂？好，如果是像放屁，那就算了 ，OK， 好，那就当我在放屁这样子。好，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天崩地裂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好，来，我问一下各位，聊天室的各位，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像放屁还是像天崩地裂？好。来告诉我，怎么会有人晚上施工的啦？妈的，太没公德心了。哦，隔壁在那个，我等下跟他们讲一下哦。哈哈哈，像放屁就好了哈。哎，那就当我当我在放屁好不好？当我在冲马桶。好，他其实隔壁在用电钻，不知道在钻什么鬼东西这样子。好，等下钻过来我就把他打死。OK， 好哦。好，那就好，希望还能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就好。好，我们还是认真学习，好不好 ？OK， 好，对，好，就是你知道吗？超担心的，我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我操，现在又在敲那个木板了。好，我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很怕过气的网红，你知道吗 ？OK， 好，就是很怕自己掉粉。好，anyway， 好，我们不要讲废话，我们赶快回来看，我们刚讲到哪里了？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这个地方对不对？好，这个地方如果他今天是要认真的反驳的话，肯定不会那么慢出现嘛，对不对？他肯定是在前面讲完一个方法讲一下之后，这边就立刻跟你讲说，
好，立刻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对吧？好，所以它到了最后才出现，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地方是这只是小小的问题，小小的局限，不会影响太多。好，那我们问各位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好，来，你还记得吗？来，你还记得我们这个延伸段里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它是学术文章的通用写作范式。OK，好，什么意思呢？来，各位你知道吗？在学界里面，对不对？好，基本上有两种学者，好，有两种学者所发的文章会有两种，一种是原创的。什么叫原创？就是说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好，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明或理论。那另外一种是什么？不是原创，叫做回应。什么叫回应？基本上你看到任何的学术的文章的标题，它写的是 response to，好，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反驳别人啦。好，就是有一种学者是自己做原创，另外一种学者是什么？做所谓的纠察队，就是去专门去审核别人的文章。好，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成名？如果你没办法，就是透过自己做原创研究成名的话，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什么？透过去抓别人的漏洞来成名。OK，好，就是去透过回应那些发表原创研究的人的研究里面的谬误 ，OK，去把它谬误抓出来，让你自己成名 ，OK 哦，好，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好，在学界里面有很多学者为了怕自己的原创研究直接被人家批评 ，OK，他们都会在最后面先怎么样，先归一点，缩一点。就他会前面虽然他发表了一个研究没有错，但他最后会跟你讲说，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问题在哪里。好，他先自己揭露 ，OK 哈，好，避免话说的还自得意满，然后是后面被别人打脸很难看这样子。OK，好，所以他就是先怎么样，先自嘲一番，他就是最后说，好，我前面这个研究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我还有一些问题，好，比如说我没有考虑到某些因素，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我没有考虑到说时间的问题，我没有考虑到说我的样本可能不足，好，他先把这些问题先自己讲出来，但他先自己讲出来目的是干嘛？打预防针，这样别人在攻击他的时候就没有口实，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个段落为什么会出现？它其实源自于那个论文写作的时候，最后。人们会用的一些写法，就是我怕你攻击我，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知道的弱点先放出来，然后呢，我先打个预防针消毒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呢，也显得我不要那么自大，这样子 OK， 好，这是学一些惯用的一种写法，我相信各位如果写论文的话，应该知道这种写法，好，这是第一种，好，那你要小心的是，这个写法跟正常的反驳是不太一样的，你要怎么判断，知道吗？就是你要判断是它的位置。如果是正常的反驳，我们刚刚讲过了，它会很早就出现，对不对？好，那如果是文章最后才出现的反驳，你就知道了，这个反驳力度不大，它不是真反驳，它只是什么？只是打个预防针，只是假中立而已，这样子。OK，好，来，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未定。好，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先看这篇文章我们先看这篇文章本身。好，来，这篇文章我一样帮大家导读一下。OK，好。这个文章的架构是什么样的？一开始先给你提出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就是主题啦，好，就是叫做到底恐龙是所谓的冷血动物，还是所谓的常温动物？好，就是变温动物还是常温动物这样的概念。OK，好，恒温动物啦，好，然后再来接下来的这个绿色的地方，对不对？好，这边中间这个绿色的地方，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先提出了其中一派的看法，再提出另外一派的这个反驳。OK，好，先提出说，好，这个恒温动物认为是恒温动物的支持者，他们用什么？他们用身体里面这个就是微血管啊，好，或者是这个身体里面这些就是所谓的那个。管道线路，好，什么叫管道线路是什么？比如说淋巴系统啊这些东西，好，还有这个骨头里的这个什么结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垂直的还是分散的 ？OK， 好，是平行还是分散的？来证明说他们是冷血还是暖血动物这样子。OK， 好，然后呢，但是又有一派进行了反驳，说你这个证据其实不能够证明它是冷血或暖血，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好，所以在这边红色的地方是主题，在讨论恐龙到底是不是恒温动物。好，然后呢，绿色这个地方是有恒温动物的，就认为是恒温动物的人他提出的论点。好，他提出了这个就是论点，提出了这个想法，为什么他提出了证据？然后呢，蓝色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有人所提出的反驳。OK 哦，好，是有人说，哎，其实不对啊，这个不对啊。好，就是我这边有发现说，其实有另外的证据是反对你的这样子。好，来，那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常常看到那种常见的架构嘛，对不对？就是什么主题加上怎么样？
加上好中间的这个主要论点，对吧？然后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反驳，对不对？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这篇文章到这边收尾，我们不会觉得这篇文章怪怪的，好，我们会觉得这篇文章好，它就是个架构非常好抓，就是主题论点一，然后加上什么对论点一的持证反驳。但你知道吗？在实际上考试的时候，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完。好，有些人会看到这篇文章会多出一小段，哪一小段呢？来，我们看到这一段。有发现这一段是什么呢？我们来解读一下。好，这段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反驳证据之后，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恐龙身体里面有这种就是特征，到底是因为它是恒温或常温，还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才有这个特征？那你们发现他最后的态度是什么？来，我们看到这边，他最后跟你讲说，目前我们的结论是未定的 ，This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有没有看到？然后最后呢，提出一个怎么样可能的，就是猜测的状况，就是说有可能恐龙其实并不是恒温，也不是变温，而是夹在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特色、第三种类型这样子。OK， 好，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最后的段落里面，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它并不是去肯定前面或否定前面，对不对？好，不是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新态度出来，就是要对前面做评论，好，或者是提出一个完整的全新的理由，对不对？它的特色比较像是什么？它的语气是 yet determined， 什么意思？像我们刚刚看到一样 ，remains unanswered。OK， 他不认为自己说的一定是对的或错的，他认为怎么样呢？我们留待未来验证。OK， 或者是目前还无法解答，证据不足。OK， 好，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种写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过去可能看过有一些文章，它最后会写什么？会写的是 need future study， 对不对？好，有些文章会写什么？会写说哦，好，比如说 yet determined。或者是什么 unqualified， 对不对？或者是 unjustified， 好，或者是now still lacking adequate evidence， 好，就是用各种语气，他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无法验证这边的对错。OK， 好，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其实也是从论文所出来的。OK， 什么意思呢？就在论文里面呢，它其实会做，就是这些研究者，他们除了刚刚讲的自负其短打预防针之外，他们还会表达谦虚，好，就是说我的这个研究其实并不能算是很完整，除了有刚刚我们讲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到之外，还有就是我的研究也没有去研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主题。OK， 通常有些论文里面的那个写作者都会写一些奇怪的理由，说什么因为实验室经费不足啊，好，或者是因为目前当前的技术限制啊之类的，好，那理由也不会太奇怪。比如说像论文写作里面就不能说哦，因为什么我每吃麦当劳很饿，或者是因为老板怎么样的，老板就是经费卡比如说老板叫我去接送他的小孩 ，OK， 老板叫我去买礼盒，我没钱，没办法做研究这样子，好，你不能理由写的很奇怪，好，不然的话你会被你老板关起来这样子，好，你的老板就指的是什么？你的指导教授这样子，好，但就他都会写一些理由说啊，因为我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怎么样？所以我目前没办法就是研究的很完整，我还有哪些主题没有研究，所以有待未来其他的有志之士继续研究下去。OK， 好，这就是第二种延伸段，叫什么？叫做所谓的未定。OK， 好。那第三种延伸段是什么呢？第三种延伸段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延伸应用。它就很像是今天一个论文发表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告诉大家说，我研究这个东西的好价值在于哪里？好，就是你要知道，学界人都他们都不是只是专门做抽象研究的，他们的梦想就是说，他们的研究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贡献。OK， 而且要加上实际上的贡献，才会让他的研究变得比较伟大，对不对 ？OK， 好，你就想象一下你在看 TED。好，你在看那个 TED 的那个影片，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他去做一个发表，他做发表的时候呢，他虽然会讲很多学术上的东西，或是很理论上的东西，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接到什么你能够听懂的，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上，在哪个领域上，在某些地方上能够有什么贡献，对不对？好，那就算你在做纯学术好了，他也会想要让你知道说，我这个研究不是只有运用在这个主题之上的，好，能够跨领域去应用在别的主题之上，会让他的研究闪闪发光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看这边是怎么写的。好，来，我们先看这个文章。这个文章我们帮大家导读一下。好，一开始先跟你讲什么？先跟你讲说，哦，我们过去，好，这边是旧观点、传统观点，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迷思就是说，今天好
环境法规、环保法规 ，OK， 就是政府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政策，会对所有的企业是造成同样的影响。我相信这篇文章大家一定很有印象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一定做过，你也一定读过，这是官方题目里面的长青文章的。来，好，他说。我们过去认为环保法规对所有的企业都会造成一样的影响，好，但是绿色这地方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哎呀，其实呢，哦，应该不是，不好意思，绿色应该从这边开始，应该从这边开始 ，OK， 在实际上，对不对？实际上，就是带来的这个法规成本对每个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OK， 好，来，他后面就开始举例，对不对？举例说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比如说今天，好，你附近是什么样的邻居？好，比如说今天，这个你的应用的科技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你的厂房的大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说，当今天环保法规变严格的时候，你需要付出多少的成本，这样子。OK， 好，那这篇文章如果只有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完整的文章，对不对？好，虽然它的篇幅比较短，但它的架构还是一个完整的文章，我们不会觉得它少了什么东西，我们就知道它就是什么，提出一个传统观点，并且后面举例来反驳，对不对？传统观点叫做环保法规对所有企业的影响都是一样的，而这个举例反驳告诉你，其实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哦，来，就像 Dustin 刚刚所讲的，实际上考试的时候还有可能会讲到这个段落，来，我们看这个段落写的是什么？他说 ，By realizing that they have discretion and that not all industries are affected equally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rs can help their companies to achieve the competitive edge by anticipating regulatory pressure and exploring all possibilities for addressing how regulations will affect their companies specifically. 好，你会发现他的语气是什么？他说他今天就硬是把前面的这个研究拉到了实际的应用上面，对不对？前面只是单纯的跟你讲，好，不同的状况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后面就跟你讲，我们去研究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干嘛？把它应用到实际的领域之上。OK， 好，就是能够让今天就是一个企业，它可以去更好的去避免这些额外的成本。好，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延伸的推论或延伸的应用或延伸的建议这样子。OK， 好，来，这是第三种延伸段。好，那第四种延伸段是什么呢？第四种延伸段叫什么？叫做 concluding remark。OK，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文章它本身是不会前后收尾的，大部分的 Gmail 文章其实尾巴是不会收起来的，它就是可能结束就结束了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些 Gmail 的文章，就是这个延伸段出现的时候，它会刻意在尾巴。作者会去下总结，而这个总结是可以跟文章的第一段最前面的部分呼应的。OK， 好，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来，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我们帮大家去导读一下。OK， 好，来，红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来跟你讲的是我们今天要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keystone species， 叫关键物种，就是一个生态系里面影响特别大的那个物种叫关键物种。我相信这篇文章大家一定有做过，对不对？好，生态系里面影响特别大的这个那个就是物种叫 keystone species。好，那这个绿色的地方在跟你讲什么呢？在跟你讲说我们其实很难去定义什么叫做 keystone species。你可以看到什么样？他说用什么方法来定义是有问题的。OK， 好，他还讲的是我们不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定义，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后面这边就开始去举了很多的例子。说，你用过去的那个标准来定义是有问题。比如说，你看什么样的生物用你这个标准就没办法被视为是 keystone species， 然后什么样的生物没有你这个标准，那它还是 keystone species。好，所以这篇文章的架构非常的明确，就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先讲述主题，先给你定义什么叫做关键物种，接下来讲述他自己的论点，认为过去的定义方法是有问题的。OK， 好，所以这篇文章目前来是架构上完整哦。好，但我们说的延伸段，就是在架构完整的文章上多加一个外挂的段落。这边就怎么加的呢？我们来看，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个粗体字的地方，就是它真正的文章最后加的地方。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看似完整的文章，好，它就是讲完了过去的过去的这个方法的问题之后，文章理论上来讲就是可以结束了。OK， 后面加这个段落，它并不是新的立场。好，并不是新的人、新的态度，也不是对前面的反驳，它的语气是什么？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在收尾回应文章第一段讲的这个定义 keystone species 的这个字的那个内容，这样子。他最后说什么？最后说，其实上我们去定义 keystone status 要干嘛？要观察是什么？
其他的背景。OK， 好，要观察的是很多很多的背景，比如说今天好这个多样性怎么样啊？好，然后比如说今天这个生态系互动的长短怎么样，长度怎么样？好，生态系的多样性、物种的这个数量以及什么生态系互动的长短都会影响物种的，都会影响这个 keystone 的地位。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什么首尾呼应的，对不对？呼应了一开始我们的主题叫做怎么去定义这个 keystone species， 对吧 ？OK 哦，好，剩下第4种叫 concluding remark，OK， 叫做首尾呼应。好，那到这边为止，大家还 OK 吗？好，到这边为止，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好，很快来复习哪4种，对不对？好，第一种叫什么？叫做最后假鬼假怪的怎么样呢？自曝其短，自曝自己的短处。可是它重点是，它只是提醒大家说，哦，我还有一些小问题，但这小问题不是很重要。OK， 好，先自曝其短，博取同情这样的概念。好，第二种这叫局限，对不对？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做未定，它就是怎么样说，还有一些资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多加研究。好，第3种是什么？叫做帮我的研究榨取出它能够实物上的价值，好，给出建议，或者是给出什么应用在别的领域之上，或者是什么给出推论。第4种叫什么？叫 concluding remark， 叫什么意思？就是首尾呼应。那其实你知道吗？这种是完全可以互换的。OK， 什么意思呢？我这边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你看第一篇文章，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这篇文章它前面的架构是什么？先讲米兰科维奇的理论需要验证，再讲怎么去验证，对不对？验证的方法是用氧的同位素，最后讲说这个验证的方法好还是不好，对吧？那你看，像刚刚我们说这篇文章，剧院媒体在这边用的是什么？讲说虽然这个方法不错，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几个问题，像是局限，对不对？来，我请问各位，这边如果你是作者的话，你是剧院媒体的出题者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延伸段？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最后这边可以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虽然这个方法很不错，但是呢，还有某些资讯是我们没有去研究的，我们期待未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哪一个态度？就是这个 yet determine。那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态度，叫什么？叫做这个方法很不错，好，而且知道了米兰科维奇的这个理论是对还是错之后，冰河期跟地球运转的周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人类的生存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预测我们未来还有多久会遇到冰河期，全球暖化的那个规律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拿同样的方法去预测，对不对？他可以说，他可以拿这个方法去预测其他的去预测其他的气候问题，这叫什么？这叫做延伸的这个应用。好，他也可以去做首尾呼应，对不对？就是什么？讲完这个方法优点之后，最后跟你讲说 ，OK， 这个方法最后证明了米兰科维奇的方法是对还是错的啊？米兰科维奇的论点是对还是错的 ？OK， 好，那当然我这边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让你知道说，其实这4种段落都是可以互换的。OK，好，就是你可以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就是自曝其短，也可以怎么样呢？谦虚的告诉人家说你还有别的东西没有研究，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也可以表达实际的价值，也可以去首尾呼应。好。来到这边为止，大家听得懂吗 ？OK 哦，应该都可以听得懂哈。今天我算是讲的，应该是比较平易近人这样子，帮大家导读文章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这边文章还没有，这边这个公开课还没有结束哦。好，我们今天不会讲太久，OK？好，为了让大家还能保持好奇心，保持这个精神这样子，OK？好，避免过期太快。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的是实际。OK，好，实际上考试的时候他会怎么去考你 ？OK 哈，好，我们现在看的是实际上考试的时候他会出什么样的题型，这才是我们关注的。OK，好，因为我们只是知道那个段落没有什么意义嘛，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去怎么去延伸思考，甚至我们要怎么去预测题目，预测它的可能的混淆选项才有意义。好，来我们接下来讲的东西呢，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悬，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好，但实际上我可以给你，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只有举个例子给你看，但实际上我可以跟你讲，接下来的东西是我从过去我整理这个考古好的超过2500则文章，包括官方的跟类官方的，官方就指的是官方的题目嘛，好，包括历史的 OG 好 GWD 或者是 Peer Prep 好，那类官方呢就包括什么？就包括我说的刚刚讲的这个基情考古，去整理这些东西之后发现的规律。OK， 就是这个延伸段它到底会考什么东西，会设计怎么样的混淆选项。OK， 我们来看哦。好，来我们先看第一种。来，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叫做局限，对不对？好，就是说文章的最后跟你讲说，其实我前面的方法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小心的。
不完美的，对吧？或者是前面讲如果是负面态度好了，我们最后就会说，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点东西是可取的。OK，我们不能全盘的肯定或否定它。好，来，像我们刚刚拿这篇文章来当例子好了，我们刚刚说这篇文章就是什么？前面讲了去研究冰河期的方法，并且定义了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好的，对不对？作者定性的告诉你说它就是好的。然后呢，在最后的地方跟你讲说，我们还是要小心，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火山的爆发，好，或者是太阳光线的照射会影响气候。我们不能只看什么，只看这个冰河期跟氧的同位素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它实际上怎么考你的。好，刚刚我们看到是这一段，对不对？好，来，你可以看到它怎么考你。第一种考法就是什么？就是考你作者的态度。OK，好，为什么会考你作者的态度呢？各位，我们不要用背的，好，我们不要去背说什么这个会考什么，这个会考什么。我希望大家来上这个公开课，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个就是解题的精神告诉你。好，我解题的精神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我要你站在出题者的角度来思考。OK，好，去想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会去考你作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前面一般的段落里面，作者的态度是非正即反，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文章主轴，就是前面文章前2/3的这个主轴论点，好，大部分都是出来就是自己讲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出来就是去挺别人的主张，或者是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去直接反驳别人的主张，它是一个非常二分的概念，对不对？就是要么是正，要么是反，对吧？好，但是很少有什么，很少有这种就是部分知识有部分的什么。反驳这种就是所谓的模糊的概念，就是它大概站在中间的这种让步的概念。OK， 好，如果文章里面你遇到任何地方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非正即反，而是像这种卡在中间的 OK 部分的好模糊的概念，好，或者是暧昧的概念、暧昧的态度的时候，剧院媒体非常喜欢考你作用题跟态度题。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种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读得出来的。OK， 好，第二个。有一种人他会怎么样？过度的解读对方的意思，对方可能只是表达保留意见，他就会认为对方是反对或者是一定同意的。这个在之后商业沟通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不对 ？OK， 商业沟通上，如果对方讲的意思比较暧昧，好，你过度的去解读它，然后就误会了别人的意思，人家只是说考虑看看，你就以为人家要答应了，人家只是说考虑看看，你就以为人家要拒绝了。这个时候对怎么样，整间公司或者是对你自己个人的生涯都是很不好的影响，对不对？好，所以 GMAT 希望你能够拥有在复杂的商业世界之后，能够去解读对方暧昧态度的能力。OK， 好，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去特别考你这种暧昧态度，你是不是能够解读出来啊？那当然，你看哦，如果今天他要测出刚刚这种就是误解对方的人的话，他要怎么去测？很简单。它的混淆选项就会怎么设计，就会去故意把它推到极端，对不对？就会故意推到说全正或全反。比如说，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东西是怎么样，是完全 OK 的，不需要别的因素的，或者是跟你讲说，这个原本的这个方法是完全不行的。好，就是说有很大很大的缺点的，就是故意把这个暧昧的态度推到正反两边的极端。好，那只要今天你是刚刚我们讲的两种人，就是绝对乐观或绝对悲观的人，你就会选到这种选项。OK， 好，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你不适合进商学院这样的概念。OK， 好，情绪太过激烈的人不适合进商学院。OK， 好，太过具有正义感的人不适合进商学院。我们就是要保留一点作为人的暧昧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来看哦，你看在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发现他怎么去设计的？好。我们刚刚前面整篇文章里面大量都是怎么样讲的是这个方法，然后讲的是这个方法的好处，对不对？然后最后突然给你讲说，但是实质上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好，来，我们可以看到 A 选项告诉你说，文章里面讲的那个方法是什么？文章里面讲的那个解释是唯一的解释，唯一的方法。OK， 唯一的解释这样子。好，来，我问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的语气就过于的武断了，对不对？好，对吧？文章里面其实说什么？其实跟你讲的是这个方法，好，这个 theory 其实怎么样？就是不是唯一的，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对不对？但 A 选项就把你推到的是极端，对吧？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 distractor 怎么设计的，故意推到了极端。好，那在 B 选项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它的方向走另外一个反面，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烂了，烂到怎么样的？烂到不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OK， 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局限了，以至于无法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没有发现他就是故意推到另外一个极端？没错，文章的方法的确是有局限，但是有局限到没办法给出解释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过度的反对了，对不对 ？OK， 好，那再来都选项跟一选项，你有发现一选项它的态度是偏什么？偏反面的，说这个方法是不好的，这个方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不对 ？OK， 好，但你看都选项态度是偏正面的，说什么？说今天这个方法还是有价值的，还是有说服力的。那虽然这两个选项都是所谓让步，但它让步的方向不太一样，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尽管这个理论不是唯一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OK， 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一个是什么？尽管这个理论有一些好小价值，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一个好理论。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选项的差别就在于哪里？差别就在于它的重点，还要你判别出来到底作者的主要语气是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不对？好，如果作者是偏支持的话，那你就选都；如果作者其实是偏反对的话，那你就选一选项。好，那当然各位可以知道这篇文章作者应该是偏支持还偏反对，应该是偏什么？偏支持，对不对？为什么？他先讲了这么多的好处，最后才突然讲了一下这个方法还有一些局限。所以这个地方作者应该是偏支持，但是呢也稍微自曝其短，打预防针。所以这个时候 A 跟 B 就是属于什么？属于混淆选项最典型的，把态度推到极端，推到一定是只有这个论点是对的，或者是这个论点烂到不可能是好的。OK， 好，然后呢，都跟一选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考你它到底这个偏的极端是偏正还是偏的这个暧昧中所偏的是偏正还是偏反，对吧？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出题者，你这样出选项，你是为了测验什么？很明显，你是为了测验考生能不能读出这个暧昧的态度，对不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要去背你不要去背，你要去想象的是，出题者为什么这样出，是因为他怕你未来进商学院之后读不懂对方的暧昧态度，过度的去解读它，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搞错方向了这样子。好，来，所以以后你就知道什么？以后你就知道，看到这种考试文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文章最后是这种什么样的突然让步、表局限、表注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等一下可能会告诉你自己一件事，在看文章的时候就要告诉你自己一件事，等一下这边可能会问我作用，那你可以先有自己的回答，先想说，那如果等一下出作用的话，我的回答会是什么？好，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基本知识，但是还是要注意其他地方。你有了自己的回答之后，等一下看到选项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被选项所混淆影响了。OK 哦，好，就是还没看到题目之前，先知道他可能会考什么，先有自己的一句回答，自问自答。在看到题目的时候，你就早有准备，就不会被影响了。OK，好，来，那他还可能会考什么呢？还有看过另外一种设计方法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因为他最后毕竟是讲了一些小缺陷嘛，对不对？毕竟是讲了一些小缺陷，他就会去问你说，请问未来我们的研究要怎么样变得更好？就是未来我们要怎么去 revise， 要怎么样让文章里面的这个论点被修正，或者是未来作者会建议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让这个论点变得更好。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这个地方的方向就会是怎么样？就会是我们今天能够去纳入其他的考量，纳入火山跟纳入太阳的因素，对不对？好，那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心里面先有自己的一句回答，我们那时候到时候真的看到题目再回来定位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更快了，对不对？而且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少花一点时间思考，对吧？好，这就是我说的预测的重点。你知道它怎么考，你可以在看到题目之前先预测。OK，你预测到了之后呢，等一下去定位的时候，你可以比较省时间。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教给大家的东西，这样子。好，来再来，你要学会不要，只是真的是看到题目才开始想，那太晚了。OK，你要做的事情是看到题目、看到选项之前就开始去想这边我要怎么回答。OK 哦，好，来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所谓的这个就是 yet determine 或是 need future study，OK，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未定嘛，对不对？好，我们拿刚刚的例子来看，OK，还记得刚刚这篇文章说什么吗？刚这篇文章说到底恐龙是冷血动物还是恒温动物，对不对？然后呢，有一派人告诉我们说，好，他认为恐龙身体里面的骨头的这个就是结构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认为恐龙应该是冷血动物这样子。好，那个恒温动物，然后接下来后来呢，有一个学者去发现了不一样的证据，然后呢，认为可能恐龙不一定是冷血动物。然后呢，最后这个地方告诉你说，哎，我们最后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个结构到底能不能够代表恐龙的是恒温还是变温？他这边跟你讲说什么？
问题还没办法被解决，对不对？好，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文章。我们刚刚说这边是延伸段，叫做结论未定。OK， 好，那我们来看它实际上会怎么考你。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就是这个题目里面，好，他问什么？他说今天作者在最后这个地方所提出了什么？提出了这个 bone growth pattern in juvenile crocodiles most likely to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好，你可以看到他的考的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好，说这个 bone 就是这个就是某一种生物，好，就是这个就是鳄鱼，好，幼年鳄鱼，好，鳄鱼小孩身体里面的这个骨骼成长这样子 ，OK， 好，然后你们看到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好。Juvenile crocodile raised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好，在这个地方，好，来，在文章最后的延伸段里面，在未定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鳄鱼的什么样？年幼鳄鱼的骨头结构。OK， 好，那这个时候还会考你什么东西呢？来，请大家也不要用背的，你去想，为什么今天 GMAT 要考你未定？一样的概念，就是未定的语气是属于比较暧昧的语气。如果对方跟你讲说我还没办法确定，结果你硬是要把它解读成对方已经拒绝你了，或者是对方已经同意你了，这个时候一样会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跟刚刚理由一样，暧昧不明的态度，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局限的态度，都是 GMAT 会考态度题或作用题的地方。它会在混淆选项里面故意把它推到什么？把它推到极端。OK， 好，把不确定的推成确定这样的概念。好。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题目里面有2个选项，对不对？好，多选项告诉你说，作者提到这个 juvenile crocodile 的目的是为了干嘛？为了告诉你，今天 juvenile crocodiles 是什么？是冷血跟常温之间的其中一种生物。OK， 好，不是冷血常温讲错了，好，应该是 mammals 跟 reptile 中间的一种生物。卡在中间的一种 ，OK， 就是介于这2种生物之间的一种生物。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语气是什么？它的语气是所谓的确定的语气，对不对？告诉你某一件事实，对吧？好，但相较之下，一选项的语气是什么？Suggest that the presence of Weber lemur bone does not resolve the debate over dinosaur physiology。OK， 好 ，physiology。好，你有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察觉到作者的语气是什么？它其实是不确定的，对吧？好，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还不确定到底恐龙的这个争论是不是正确的。好，所以像多选项这边，当然它除了内容错之外，好，文章里其实根本没有去讲到说要讨论这个鳄鱼它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生物，它是拿鳄鱼来当例子来去拉出一个问题，说到底今天恐龙是哪一种生物？OK， 好，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边明显的作者去带出这个资讯。带出鳄鱼的骨头资讯，他是想要拉出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多选项就变成说什么？他想要拉出一个确定的资讯、确定的结论。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未定的题目，他如果去考你什么？考你这个作用题或态度题的时候，它的混淆选项会是什么？会是刻意把不确定的资讯推成了确定的想法，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也就是说，GMAT 在这种题目里面的混淆选项，就会故意跟你讲说，作者已经同意了什么，或已经反对了什么，或已经主张了什么，但实际上文章里面只是提出一个可能性，或者是怎么样，留下了一个疑问。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一选项，因为作者在这个段落里面，他其实并没有要承认什么，他只是说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怎么样，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样的概念。OK， 所以这题答案是一选项。好。当然，各位还有这种题型，对不对？还会这种就是延伸段这边还会考一种题目，好，还会考一种题目叫什么？叫所谓的 evaluate 类型的题目。好，什么叫 evaluate 类型的题目？很简单，就是说今天这篇文章，对不对？好，文章最后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对吧？文章最后是不是留下了一个就是可能的方向、可能的推论？他最后跟你讲说，恐龙可能不是完全的冷血或完全的暖血，对不对？或者是恐龙并不是完全的 reptilian， 就是所谓的两栖类，爬虫类啊，爬虫类。OK， 好，也不是完全的什么，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就是哺乳类这样的概念。OK， 好，来，他这边讲到了什么？他这边讲到了一个
推论，他认为是介在之中的。OK， 好，会考什么题型？会考 evaluate， 他会问你说，今天我们下面5个选项哪一个资讯可以去证明或反驳，就是类逻辑的 CR 类型的题目啦，可以去证明或反驳说恐龙到底是不是冷血或暖血的。OK， 也就是说，直接把这边当结论了，好，直接把这边当 CR 题了，把这个最后不确定的结论问你要怎么去确定它，就像 evaluate 题目一样。OK， 好，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如果先看到，在读第一遍文章，读到最后发现这边最后收尾是未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第一个，等一下如果这边问我态度题，我要小心什么？小心过度武断、过度推到正面或过度确定好的什么的类型的选项，对不对？过度推到正面或反面或过度确定的选项。第二个，你还可以多想，这个地方如果要确定的话，文章告诉我们缺什么资讯，所以就可以想说，等一下如果考我们 evaluate 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好，很多人都在说 Dustin， 我觉得考试的时候 RC 的这个逻辑题很难，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思考。但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是没有时间思考，你只是在该思考的地方不思考。你如果在看文章第一遍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会考你 evaluate 题型的题目，你是不是能够顺便想过一遍，对吧？因为你在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其实你的记忆力是最深刻的，你是不是可以顺便想过一遍，想说 OK， 我刚刚从这边读到手下，从前面读下来，他前面用了什么反驳证据，他前面用了什么理由，最后这个论点还缺了什么东西才能够证明？所以如果你现在先想一遍的话，等一下看到选项就会比较好选，这样子。OK， 好，来，这是第二种，就是会考什么？一样会考你作用或态度，他会把态度推到极端，推到什么笃定。OK， 但是文章的态度是不能确定的，然后他一样会考你逻辑类型的题目。好，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叫做所谓的刚刚讲的应用或建议，对不对？好，就是把我们文章里面的资讯推到了另外一个层级去，告诉你说，哎，我们文章里面前面的研究是有实际的价值的，对吧？好，来，我们来看它会怎么考哦。我们一样是拿刚刚题目的例子，好不好？好，来，我们刚刚说这篇文章的特色就是说，一开始第一段先跟你讲怎么样？先跟你讲说，好，我们过去认为环保法规所带来的成本对每个企业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但是这学者认为说什么？不是学者，作者认为说其实差很多。好，有很多条件会影响。好，环保法规会给企业带来的那个就是负面的那个成本。好，然后接下来呢，给你一些例子。好，比如说大小啊，好，比如说你的邻居啊，好，比如说你用的科技之类的。然后我们说，最后多出来的这个段落告诉你，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用前面的研究结果的话，在实物上能够怎么样得到什么好处？你们看到就是 application jam suggestion， 对人们对读这篇文章的人做出建议，以及怎么样呢？告诉你用在实际的领域可以怎么样，对不对？好，他就告诉你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环保的这个 manager 们，好，我们可以看这边，好，他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就是公司里面负责环保的这个 manager，他可以帮助公司拿到，就是取得竞争的优势，用什么样的方式？借由预测环保法规所会带来的影响，然后呢，并且去思考怎么样去应对环保法规所带来的这个这个 effect， 对不对？好，所以简单来说，最后这个地方在讲的是能够怎么应用，就是我们可以去预测政府的环保法规会对我们的公司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吧？好。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哦，你看这个题目还会怎么考你？好像这种就是应用题，不是应用题，就是说像这种就是给建议的，或者是问你，或者是给文章里面给说应用的或推论的，他会考你这种特殊的题型，我相信你过去一定有看过。好，这种题型很特殊，我知道。好，就是他不是问你何者为真，他也不是问你态度，他也不是问你就是那个推论，他问你的是什么？架空的故事。他问你说，下面5种情境，哪一种情境最适合使用文章中的方法，或是哪一种情境最符合文章中所讲的这个概念？它其实叫平行论证。好，什么意思呢？就是类比论证。就他说，文章里面所讲的这个资讯，跟下面哪一种资讯是最雷同的？那你会发现5种选项都是文章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字，文章里面没有出现过的故事。好，就是5个情境。问你这5个情境哪一个是最符合的 ？OK， 好，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来训练自己，不要看这个选项之前，我们先来回想，如果我们是第一遍看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资讯，回去想说，假设今天我们不看5个选项，我们现在第一遍看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的资讯，
然后呢，问你自己，如果等一下考我，什么样的企业最适合用？OK，好，什么样的情境情境最像，我们会怎么回答？那很简单，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句子在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去预测环保法规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呢，想办法去怎么样去应对它。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什么样？看到了5个选项，一定要是针对的是什么？政府即将未来想要进行的政策有影，会带来影响的。OK，我们是要预测政府的政策。OK 哦，要抓到这个点。好，所以等一下我去看选项的时候，我就要去看谁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OK，好，来，各位，那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里的 A、B、C 都有5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点。你会发现 A 选项并不是去预测政府的政策，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去看对手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好，去看对手做了什么事情。好，然后呢，再来 B 选项是什么？是面对什么样的？面对了这个政府的政策。OK，好，然后呢，这间公司怎么样？这间公司打算做什么事？有没有发现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后知后觉，是政府有了新的政策之后，他们才打算转嫁成本，对不对？好，而 C 选项是什么？C 选项也是一样，他今天是学到对手的东西，是看对手怎么做，他在学的。OK，好，那 D 选项是什么？是说知道怎么样呢？知道今天好即将有一个法案要出现，那这间公司先预防了，对不对？好，那一选项说什么？说今天这间公司直接跟政府怎么样翻脸？好，直接翻脸不认人，拒绝妥协。好，那我们现在整理一下资讯。OK，A 选项是什么样？是学对手的政策，对不对？好，去跟对手做一样的事情。好，然后跟竞争对手做一样的事情。B 选项是什么？是后知后觉，那个政策颁布之后，他才想办法把这个效果转嫁到消费者身上。C 选项是什么？也是一样，是学对手的政策。OK，但是又不愿意去学，对不对？好，然后呢，D 选项是什么？在法规出现之前先行应对，对吧？那E 选项是什么？跟政府翻脸。OK，那你想哪一种比较符合我们刚刚所归集到的资讯？叫什么？叫做预期政府的政策会带来的影响。有没有发现？这时候方向就很好选的是谁？是 D 选项。OK 哦，好，来，但是你想一件事哦，我们换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去。假设今天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会考这种题目。好，你只是把它读完了，你也不知道干嘛，对不对？好，你只是顺着把它读完，你没有来多做思考。你在后面做题目的时候，突然遇到这个题目，你会不会觉得很烦？你肯定觉得很烦，对不对？而且重点是，你看这边的资讯都这么的长，所以如果你今天心里面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你很容易就被带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一题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网上正确率，或是你自己过去做过的状况，因为这一题我相信大家都做过，好，应该是蛮多人做错，或是花蛮多时间做的。OK，但其实原因不是题目的问题，不是题目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个题目里面没什么生难字。好，这个文章跟这个选项没什么生难字。好，是谁的问题？是你的流程的问题。你的流程什么问题？就是你是在看到选项之后再回来思考，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思考全部都整合到我们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就可以先预测。当我们看这个地方就知道说他可能会考我推论题，考我的方式是问你哪一个领域最有用，哪个领域有帮助，什么样情境最有用，那我们就可以先想一下它的重点是什么，需要预测的最有用，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看5个选项的时候就知道谁是后知后觉，谁是根本不预测，谁是预先预测，读选项。OK 吼，好，那你想一下，为什么今天 GMAT 会这样考你？很简单，因为今天文章最后如果收尾是收建议、收应用的话，它会是点出一个新的领域是可以被拿来怎么样拿来套用的，是可以有帮助的。那 GMAT 想要知道的是，你以后如果读到一篇产业报告，如果读到一个新的知识，你懂不懂得这个知识该用在哪里 ？OK， 你不能只是死读书，你读了100本 case、1000本 case， 但是你只是看了过去的历史而已，你不知道这些 case 可以应用在哪个地方。OK， 所以要考你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去读了过去的知识，读了过去的资料之后，你能够去想通这些资料可以用在哪个领域之上。如果没有这种举一反三能力的人，他不会选你进商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文章最后跟你讲可以应用在某个领域之上的时候，还会直接给你5个情境，看你懂不懂去套用。OK 哦，好，来，那当然他的题目还可以怎么写？
它可以写说对下面哪一种公司或哪一种领域最有用。OK 哦，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过去曾经有一篇文章考到，好说粉末好遇到天气热的时候会结块。OK，然后呢，粉末会结块，就是工厂要生产的粉末会结块。OK，然后呢，我们科学家研究说到底为什么粉末会结块？哦，最后发现了，哦，原来今天粉末会结块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文章的最后一段延伸，他就跟你讲说，哦，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就是用这个研究来控制工厂的温度。OK，让粉末怎么样呢？不会那么热，这样子。OK，就是特别适用那些热带国家。好，他最后的延伸段他就讲的是这个研究特别适用于热带国家的工厂，这样子。OK，好，就是说研究发现是温度会导致粉末结块，阻碍那个机器的生产。OK，那这个研究对热带国家的工厂特别有用。他这首题目就会考你说，请问下面5种地方的产业，哪一种产业什么就是最适合文章里的结论？那最后变什么？可能有挪威的什么木工，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印尼的什么，就是这个调味料生产商，对吧？好，那你就要同时去想。哪一个国家是很炎热的？再来就是想木工跟什么调味料，哪一个是机器里面会生产粉末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就会选出答案了，这样的概念。好，来，再来，最后一种首尾呼应。好，首尾呼应，今天我们讲最后一种。OK，好，首尾呼应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文章在最后的地方会回去回应到你第一段讲的内容。OK，像这篇文章就是什么？文章一开始讲的是我们如何去定义关键物种，对不对？好 ，keystone species，然后中间跟你讲我们过去的定义方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OK，过去用了这些资讯。OK，好，我们发现。举了很多例子告诉你，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并不实用，没办法好好的定义。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跟你讲说，其实我们如果要定义的话，我们是要看其他东西，比如说像是什么物种的多样性。好，就是 diversity 这个字，请注意哦，它的意思并不是说物种的数量多，并不是说个体的数量多还是少，不是说到底有几只青蛙，而是说青蛙的种类有多少，叫多样性。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物种进入生态系互动的长度。好，它就是他最后收尾的时候认为这2个有影响。OK， 好，来，那你要注意哦，如果文章最后是前后呼应的话，它会考的题型蛮多的哦。好，它会考3种题型。OK， 好，第一种就是什么？如果你发现这篇文章是最后有在前后呼应的话，这非常重要。这句话一定要慢慢读。为什么？因为它就会是主旨题的关键句。OK， 好，一般来说，正常的主旨题的关键句其实会是什么？会是作者第一个表态的地方，就是这篇文章里面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OK， 像比如说像这篇文章，如果他最后没有这样收尾的话，作者的这篇文章的关键句就会是谁？就会是在这个地方。好，就是说批评过去定义的方法。OK 哦，好。但是如果今天怎么样呢？如果今天文章后面有前后收尾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最后这个结论的句子就会取代什么？取代前面的那个第一个表态的地方，成为这篇文章主旨题用来推论的关键句。OK， 好，所以这篇文章如果最后没有这段收尾的话，其实这篇文章的主旨题应该是写什么呀？应该是会写说我们去批评过去好定义的方法的问题。OK， 但是加了这个主旨题，加了这个前后呼应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主旨题的定位就要换到文章最后结尾的地方定位，就变成什么？像你看，你会发现还干嘛？他去跟你介绍说我们在决定关键物种时有几个需要考量的因素。你会发现这句话虽然表面上考的是主旨，但实际上根本就是对照这个最后一段所做出的总结，对不对？好，就是根本就是这一段的改写缩短版，对吧 ？OK 哦，好，来。那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对应哪一句话出题？对应这一句话出题，就是作者第一个表态的地方，攻击过去定义所遇到的缺陷，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第二种考法是什么呢？第二种考法是，好，直接问你态度。OK 哦，好，直接问你态度，好，问你就是直接推论啦，去考你这句话的改写。OK，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说有好多因素有影响嘛，他就会直接考你这句话的改写。好，就问你说，今天请问这篇文章里面作者到最后到底表达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这篇文章这句话到底何者为真？OK，
那你看这边就是什么？直接跟你用这句话的简写，告诉你说，其实真的要定义关键物种是需要很多的因素。OK，好，那第三种考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它当逻辑题来考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文章最后如果收尾的话，它就是一个结论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结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逻辑题来考你啦，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去考你说，请问要怎么加强或怎么削弱这样子。像这个地方就会变什么？他就会问你说，哦，请问要怎么去加强？好，那这时候我们当然要看清楚文章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因果链，对不对？他说谁决定的关键物种是物种的什么？物种的这个多样性跟物种的什么样互动的时间长短？那我们就要看5个选项，谁有讲到说多样性越多，就越有可能是关键物种，或者是什么长短时间长短的影响会影响一个生物是否成为关键物种，对吧？那你们看到像这个地方就是直接指什么？他说一种生物在某个地方是关键物种，但是换到另外一个有许多更多物种的地方，它的暗示就是多样性改变了，多样性改变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生物就不再是关键物种，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有因有果了，对不对？多样性的改变会影响一个生物是否是关键物种这样的概念。OK，好，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前后呼应。好，前后呼应会考到3种题型，第一个它会是主旨题的重点句，第二个是什么？它会有推论题，第三个它会直接把它当逻辑题考你。OK，好，所以这句话你千万要读慢。OK，好，来，那各位，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去预测。OK，好，我们为什么会去预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提前思考。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题目、看到选项再来思考，那就太慢了。OK，因为题目跟选项实在是文字太多了，所以我们会整个乱掉，而且会觉得心烦意乱。OK，好，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要训练自己看到这4种延伸段的时候，在考第一遍读文章辨认出来这4种延伸段的时候，我们直接去问自己：如果等下考什么什么题的话，我们的答案可以是什么？OK，你训练成功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在5到10秒之内边看就可以边想出来。OK，这个能力是可以直觉，是可以直观的，只需要你一直的训练，好，一直问。好，那你会说，你到底要怎么去训练呢？对不对？好，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train myself in preparation？OK，好，很简单，就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只要发现任何的文章最后是延伸段，不管它后面的题目有没有考出来，不管它这个 OG 里面有没有把题目放出来，我们都问自己，这是哪一种延伸段？再来，根据这种延伸段，它会考什么样的题目？再来，这种题目方向可以是什么？答案可以是什么？OK，问自己这3个问题：第一个，哪一种延伸段？第二个，会考什么题目？最后一个是要你自己去思考，就是说，如果考这个题目的话，根据这个句子，我可以回答什么？一开始你会发现，你要一步一步来想，会比较慢。但是当你变成一种习惯之后，在考试的时候，真的辨认出来之后，后面是很快的事情，是一瞬间的事情。OK，好，这时候就可以帮助你在考试的时候面对这种特殊题型是有比较好的结果，这样子。OK 哦，好，来到这边为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终于一连串不断的讲下来，虽然人不断的变少，但是 anyway 已经到了一个小段落了。好，来这边是开放大家能够对今天讲的东西提问题，这样子。好，来，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好，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所有集数的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in，我们都会放在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 Dustin 的这个部落格里面，好，大家可以搜寻 dustingmat.blogspot.com，并且请你按下什么？请你按下书签键，好，因为这边会持续的更新。好，GMAT 不管是自修或者是补习，我都会有大量的干货。好，这个干货就是指像今天一样这么扎实的，OK 的文章跟影片放在这边让大家学习。OK 哦，好，那你可以在这个置顶必看的地方找到就是完整的学习资源。OK，好，这边是累积了6年的知识，你也不用怕里面的资讯是过时的。OK，我已经把过时的东西全部撤掉了，里面留下的资讯都是我认为能够完全的帮助你的。OK，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这里面几乎累积了所有过去考生中遇到的问题。你可能会觉得我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但实际上你可以知道，你看你点进去后你就知道了。其实里面我都已经早就讲过了，这样子。OK，好，我把所有考生都会考试准备 verbal 时候遇到的问题，甚至读书计划的问题，我都把它放进去了。OK，好。然后呢，同样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前几期的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in 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好。去找到下面的订阅清单，然后下面有那个就所谓的播放清单。好，这个地方我也是会把每一期的这个
不管是接下来的 event 或者是过去的这个重播，我都把它放在这边了。像这一集核心语义逻辑，就是很建议大家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多人看了会有感觉的，就是很多人接 SC 不看语义节的。OK， 好，那这一集是特别非常建议大家看的，然后核心语义逻辑这样子。好，那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好，那预告一下我们下几期的这个直播会是什么时候 ？OK 哦，好，这边大家都看到嘛，对不对？这个时间，好，就是5月16号 ，OK， 还有5月30号，还有6月13号这样子 ，OK， 好，那下几期的直播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主题都会是直达大家的痛点 ，OK 哦，不会是给大家瘙痒用的，就是直达痛点用的。比如像第四集的直播就会是什么？教你如何去解你觉得最麻烦的这个食物链跟考古类型的题目。好，生态没有，不是考古类型，食物链的生态系的题目，也就是说什么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水草啊，好，生物怎么样呢？减少变多，好，是因为天敌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环境？好，这个就是我们在 CR 里面觉得很烦恼的这种食物链的题目。好，然后再来第5期呢，也是回到了 RC。在教你的是文章里面除了刚刚讲的延伸段之外，有哪一些特殊的态度是可能会考你混淆选项的，可能会考你态度题的。OK， 好，然后第6集呢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说 ASC 的比较结构的省略不会有什么样的实战原则是可以应用的。OK 哦，好，这3集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in 的3集这样子。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 follow， 好，快点让 Dustin 的那个粉丝数量回来，不然我很难过这样子。哈，今天这个影片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被人按了倒赞，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好，我一介与世无争这样子，我不会就是不跟别人交恶，但不知道为什么影片一开始还没有播的时候就被人家按了一个不喜欢 dislike， 请大家帮我就是主持一下公道这样子。OK， 好 ，Anyway， 好，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都可以问。OK， 好，来都可以问哦。好，那 Anyway， 今天就是也是跟他安利一下，最近在忙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好，我个人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班是我终于可以完全的就是设计并且掌控并且直达同学痛点的一个班这样子。好，我对里面东西非常的自豪，包括我的实体课完全都是最前沿的概念。好，用解题流程而不是用正确率主导，就是主导你的准备。好，然后包括就是这里面这个阶梯式的这个读书计划训练，每一个阶段我都有明确的指示跟明确的作业，让大家配合练习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上课的时候笔记也都会整理成就是电子档，好让来上课的每个人都可以回去复习。OK， 好，就是上课的时候，我现在是用高科技 iPad 哈，就是上课的时候那个就是荧幕上的那个所有的电子白板，都很像电子白板一样，荧幕上所有的笔记都会变成了就是电子档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上完课之后，每一个章节都有指定的作业。好，然后每个作业你可以看到我的录的时间都是蛮长的，对不对 ？OK， 因为我会用比照上课的方式做讲解这样子。好，然后呢，大概累积了20个小时吧，这样子。就是总共影片加起来20几个小时，所以等于说你来上这个课，等于说就是8堂课嘛，一堂课3个小时，8、3、24。好，正课是24小时，然后呢，就是回去的这个影片讲解又加上20几个小时，等于说你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而且重点是，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进步练习。我是有指定的作业，不会让你放鸟吃草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就算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讨论这样子。OK， 好了，安利结束，不要再安利了这样子。好，Anyway， 就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 ？OK， 好，对，那也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是最近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这个社团上面去了。好，因为正在准备那个课程比较累一点这样子。好，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一次像现在那么艰辛，我正在做的是对的事情这样子。OK， 好啦，谢谢大家来参与，希望大家也能够赶快按一下这个铃铛，好，然后按一下这个 subscribe 键。OK， 好，然后呢来 follow 我们这个就是接下来的直播这样子。好，那谢谢大家。好，我是 Dustin，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喽，我们5月16号见喽。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生态系跟食物链。OK， 好，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